嘴硬的韩国人这回真是真香打脸了啊！自从咱们开放免签之后，今年从韩国来中国旅游的人数已经突破了840万，刷新历史新高。尤其是上海啊，更是成了韩国人的度假胜地，游客订单同比增加180%以上。你看，这每逢周末啊，走在上海的街头，不管是外滩、南京路、迪士尼，还是市区角落的咖啡馆、酒吧、夜市，3步就能听到一个思密达，2步一个空气刘海。在他们的手机镜头下，上海也成了超大的摄影棚啊！街道旁的梧桐树像是穿越巴黎，站在陆家嘴摩天大楼之下，上海、纽约傻傻分不清啊！那对于颜值至上的韩国人来说，这里那可太好出片了。但大家别看现在这么火爆，咱们刚提出来要开放免签的时候，这些韩国人可不买账了。当时不少韩国网友就表示，给钱我们都不去。从不屑一顾到如今的挤爆上海街头，韩国人的态度是怎么180度大转弯的？核心还得说到一个客观原因啊，那就是韩国的物价已经飞到天上去了。2024年韩国的通胀加剧，很多人都知道，那上海已经是国内物价 top 级的地方了吧？但是跟现在的韩国比起来，依然是物美价廉。就拿打车来说，首尔3公里就得花40、50了，而上海3公里呢，还是起步价14到16块。同样是住酒店，首尔啊，不管啥酒店都是600、700一晚起步，而上海呢是200、300起步。吃饭就更不用说了，韩国一捆大葱16，一颗白菜100多，一个西瓜200块啊，那200块在上海都够俩人撸个串了吧？那有知名火锅店就表示啊，这一到了晚上10点以后，就总能涌进不少韩国人，原因只是因为西瓜免费。你看，就这一个西瓜自由这么朴素的愿望，在韩国却成了奢望。其次啊，咱还得说到这刻板印象。要说这么多年来，韩国对于中国的认知真是浅薄啊，甚至是一边倒的恶意抹黑。比如之前韩媒就曾报道，韩国民众认为韩国国内的雾霾有83%的成因源自中国，但其实他们自己国内的发电和尾气排放才是主要原因啊。再比如，韩媒曾经报道中国的汽车和手机都是山寨韩国的，甚至有节目主持人说中国的麻辣烫也是山寨韩国的。哎呀，这种刻板印象和迷之自信啊，数不胜数。但是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，再多的歪曲报道也不如亲身体验啊。那这次免签，韩国年轻人怀着好奇的心态来了，发现真实的中国和报道中的完全不一样。不仅是物美价廉啊，还有文化上的震撼。许多韩国游客一到中国啊，就被中国文化给震撼到了。在参观兵马俑前，他们惊讶这居然是2000多年前做的。在张家界望着深不见底的峡谷和山脉，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然壮丽。以至于韩国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啊，不孝有3大，不送父母去张家界旅游是第1大。再有啊，中国的现代化和科技水平也远超韩国人想象。街头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啊，外卖现在都能无人机配送，这些未来科技体验闻所未闻啊！这种极度的反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到中国，年轻人就挤爆上海，中老年呢扎堆张家界，而这些都只是中国的一部分。随着免签政策的持续推行，会有更多的外国友人来中国做客，慢慢的就会印证那句话：华流才是顶流。散会。